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下午3点20分，距1842次高铁商务车厢里，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风波正在酝酿。你这个老东西，穿着破烂军装装什么装？珠光宝气的女人指着角落里的瘦弱老人咆哮着，声音在整个车厢里回荡。老人默默承受着周围乘客的指指点点，只是紧紧握住胸前那枚褪色的勋章。1个小时的羞辱让整个车厢的人都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纠纷，直到列车缓缓驶入终点站，月台上突然出现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女人颤抖着手指向窗外。老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，那双沧桑的眼中闪烁着令人敬畏的光芒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距1842次高铁准点从北京南站发车，目的地是济南西站。商务车厢里坐着各色人等，有西装革履的商人，有打扮时髦的年轻人，也有这个穿着旧军装的老人。老人大概70多岁，身材瘦削，但腰板挺直，军装洗得发白，却熨烫得平平整整。他坐在11A座位上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目光平静地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。军装的布料虽然老旧，但每一个细节都显得一丝不苟，领口整齐，纽扣排列得整整齐齐，连袖口的折痕都是标准的。胸前佩戴着一枚勋章，虽然颜色有些褪去，但依然能看出精细的工艺。老人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和粗糙的茧子。这些茧子很特别，不像是普通劳动留下的，而是长期握枪留下的痕迹。他的坐姿很标准，背部挺直，双脚并拢，就像一个永远不会松懈的哨兵。列车行驶了大约半个小时，一个身穿香奈儿套装的中年女人拖着行李箱走了过来。女人40多岁，脸上的妆容精致但略显刻薄，手腕上戴着一块价值不菲的卡地亚手表。她的头发做得很精致，指甲涂着鲜艳的红色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暴发户的气息。他身后跟着2个年轻的助理，同样打扮得光鲜亮丽。这2个助理看起来都是20多岁的年轻女孩，穿着名牌服装，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。他们的表情都很谄媚，显然对这个女人言听计从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女人用略带命令的语气说道，丝毫没有礼貌可言。她的声音很尖锐，在车厢里显得格外刺耳。老人抬头看了她一眼，轻声说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老人的声音很轻，但发音清晰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严。你坐错位置了吧？女人居高临下地看着老人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耐烦。她的眼神中带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，仿佛在看一个下等人。老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车票，递给女人看，这是我的座位11A。车票是崭新的，显然是刚刚购买的。女人接过车票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。车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11A，而且是商务座全价票。怎么可能？我订的就是11A。他转头对助理说道，你们怎么办事的？其中一个助理连忙掏出手机查看订票信息，脸色也变得尴尬起来。手机屏幕上显示的订票信息让他们都愣住了。王总，我们订的是11B，不是11A。助理小声说道。女人的脸色更加阴沉了，她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。那又怎么样？她恶狠狠地瞪着老人，
你一个穿着破烂军装的老头，凭什么坐商务座？”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开始注意到这边的动静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人拿出手机准备拍摄。老人依然保持着平静的表情，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。“我买的是全价票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吗？”老人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。女人冷笑了一声：“全价票？你拿什么买全价票？就凭你身上这套地摊货？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引来了更多人的注意。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开始注意到这边的动静，纷纷将目光投向他们。老人没有说话，只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装。女人见老人不说话，更加得意洋洋起来。“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去硬座车厢，商务座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引来了更多人的注意。老人依然没有反驳，只是紧紧握住了胸前那枚褪色的勋章。女人注意到了老人的动作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光芒，还装模作样的戴勋章。她用手指指着老人的胸前：“这种东西在淘宝上10块钱一个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英雄了。”车厢里开始传来窃窃私语声。这老头穿着军装坐商务座，确实有点奇怪。一个中年男人小声说道：“说不定真是个骗子呢。”旁边的女人附和道。老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女人见车厢里的人开始站在自己这边，更加嚣张起来。“大家都看看，这种人就是败坏军人形象的败类。”他指着老人大声说道。老人终于抬起头，看了女人一眼，那双眼睛里有着说不出的沧桑和深邃，仿佛经历过无数的风雨。“年轻人，你说话要负责任。”老人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女人被老人的眼神震慑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嚣张的态度。“我说什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”他双手叉腰，一副泼妇的样子。“你一个穿着破烂军装的老头，凭什么教训我？”老人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。女人见老人不理自己，更加愤怒了。“你装什么装？装深沉，装高尚。”她用手指戳着老人的肩膀：“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就是想博取同情心，骗取别人的尊重。”老人的肩膀被戳得一颤，但依然没有反击。车厢里的人开始对老人投来鄙视的目光。这老头确实有问题，被说几句就不敢反驳了。一个年轻人小声说道：“真正的军人哪有这么窝囊的？”另一个人附和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得意忘形。“听见了吗？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个冒牌货。”他用更大的声音说道：“赶紧脱掉这身军装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”老人的手颤抖了一下，紧紧握住了胸前的勋章。女人注意到了老人的动作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快感，还舍不得那个破勋章。她伸手就要去抢老人胸前的勋章，“让我看看这个假货到底是什么样的。”老人迅速用手护住了胸前的勋章，这是他第一次做出反抗的动作。“请你自重。”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依然保持着尊严。女人见老人护住勋章，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。“心虚了吧？假的就是假的，经不起检验。”她用力想要掰开老人的手，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骗子的真面目。老人用尽全力护住胸前的勋章，两人开始拉扯起来。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都在看热闹，没有人上前阻止。女人的力气比老人大，渐渐占了上风。“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帮忙拍照录像。”女人对自己的助理说道：“我要把这个骗子的丑态发到网上，
让所有人都看看。2个助理连忙掏出手机开始拍摄，女人趁机用力一扯，老人的军装被扯得歪歪斜斜，胸前的勋章也被扯得摇摇欲坠，随时可能掉落。老人的脸色变得苍白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求求你，别这样！老人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见。女人听到老人的求饶，更加得意洋洋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她用手指着老人的鼻子，像你这样的人就是欠收拾。车厢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，这老头真是太可怜了，被一个女人欺负成这样。一个乘客小声说道：可怜什么？谁让他冒充军人的？旁边的人反驳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兴奋起来。大家都看见了，这就是冒充军人的下场。她用更大的声音说道：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种败类是什么样的。老人的身体开始颤抖，但依然没有放开护住勋章的手。女人见老人还在顽抗，更加恼怒了。你还不死心？她用力推了老人一把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没完。老人被推得后退了几步，差点摔倒。车厢里的人开始有些不忍心了，这女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一个乘客小声说道：就是，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他这样做确实不好。另一个人附和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你们懂什么？她转头对车厢里的人说道：这种人就是败坏军人形象的败类，不狠狠教训他，他还会继续骗人。老人听到女人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我没有骗任何人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。女人冷笑了一声：没有骗人？那你敢把勋章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吗？老人犹豫了一下，缓缓地松开了护住勋章的手。一枚褪色的勋章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。勋章的表面已经有些斑驳，但依然能看出精细的工艺，上面刻着复杂的图案。虽然颜色有些褪去，但依然显得庄重肃穆。女人仔细看了一眼，脸上露出了鄙视的表情。就这个破东西！她用手指弹了弹勋章，这种地摊货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。勋章在她的手指下发出轻微的声音，就像是在痛苦的呻吟。老人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。这不是地摊货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这是我用生命换来的。女人哈哈大笑起来。用生命换来的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电影里的英雄？他用手指着老人的鼻子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。车厢里的人开始窃窃私语。这老头说话确实有点夸张。一个乘客小声说道：说不定真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。另一个人附和道。老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眼中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。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打败的老人，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力气。女人见老人没有反驳，更加得意洋洋。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？她用手拍了拍老人的肩膀。早点承认不就完了吗？老人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整理着自己的军装。他的动作很轻微，但每一个细节都显得格外认真。女人见老人还在整理军装，更加恼怒了。你还整理什么？她用手抓住老人的衣领，赶紧把这身破烂脱掉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老人用力挣脱了女人的手。这是我的军装，我有权利穿着它。他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。女人被老人的态度激怒了。权利？你有什么权利？她用手指着老人的胸前。就凭你这个假勋章？老人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。窗外的风景依然在飞快地掠过，
就像时光在倒流。女人见老人不理自己，更加愤怒了。你装什么装？装深沉，装高尚。她用手戳着老人的胸膛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就是想博取同情心，骗取别人的尊重。老人的身体被戳得一颤，但依然没有反击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，但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尊严。女人见老人还是不反击，更加得意忘形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冒牌货的本质。她对车厢里的人大声说道，遇到事情就只会装可怜，哪有一点军人的样子。车厢里的人开始对老人投来更加鄙视的目光。这老头确实有问题，被说几句就不敢反驳了。一个年轻人小声说道，真正的军人哪有这么窝囊的？另一个人附和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兴奋起来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她用更大的声音说道，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种败类是什么样的。老人的手再次颤抖了一下，紧紧握住了胸前的勋章。这个勋章对他来说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，是他最珍贵的东西。女人注意到了老人的动作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光芒，还舍不得那个破勋章。她再次伸手想要去抢老人胸前的勋章，让我看看这个假货到底是什么做的。老人迅速用手护住了胸前的勋章，这是他第二次做出反抗的动作。请你住手！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依然保持着尊严。女人见老人又护住勋章，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，又心虚了。她用力想要掰开老人的手，假的就是假的，经不起检验。这一次，老人护得更紧了。他的手指死死地抓着勋章，仿佛那是他的生命。女人用尽全力想要掰开老人的手，但老人死死地护住胸前的勋章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女人对自己的助理说道。我就不信还制服不了一个老头。两个助理看了看周围的人，有些犹豫。王总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其中一个助理小声说道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女人恶狠狠地瞪着助理，他是个骗子，我们是在主持正义。两个助理无奈，只好上前帮忙。三个人一起对付一个老人，场面看起来十分不公平。老人虽然瘦弱，但依然拼尽全力护住胸前的勋章。车厢里的人开始有些不忍心了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一个乘客小声说道。就是，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他们这样做确实不好。另一个人附和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愤怒了。过分！你们知道什么叫过分吗？她转头对车厢里的人说道。冒充军人，欺骗民众，这才叫过分。老人在三个人的围攻下显得格外弱小，他的军装被扯得更加歪斜，胸前的勋章也在摇摇欲坠。放开我！老人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见。女人听到老人的话，更加得意洋洋。现在知道怕了。她用手指着老人的脸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老人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额头上的汗珠也越来越多。他的身体在三个人的拉扯下不断摇摆，但依然坚持着。我求求你们，别这样！老人的声音带着一丝哀求。女人听到老人的求饶，更加兴奋起来。求饶？现在求饶还来得及吗？她用手抓住老人的衣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没完。老人被抓得无法动弹，只能任由女人摆布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绝望，但依然没有放开护住勋章的手。女人见老人不再反抗，更加得意忘形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冒牌货的本质。她对车厢里的人大声说道。
遇到事情就只会装可怜，哪有一点军人的样子？车厢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，这老头确实有问题，被欺负成这样都不反抗。一个乘客小声说道：“真正的军人哪有这么窝囊的？”另一个人附和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兴奋起来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她用更大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种败类是什么样的。”老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眼中的光芒完全暗淡下来。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打败的老人，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力气。女人见老人彻底屈服，更加得意洋洋。怎么样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她用手拍了拍老人的脸，早点承认不就完了吗？老人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。女人见老人低头，更加兴奋起来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冒牌货的下场。她对车厢里的人大声说道。被我一顿教训，立马就露出了真面目。车厢里的人开始对老人投来更加鄙视的目光。就在这时，列车广播响起：“各位乘客，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济南西站，请大家准备下车。”女人听到广播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听见了吗？马上就到站了。她用手指着老人的鼻子。等下了车，我还要继续收拾你。老人抬起头，看了女人一眼，那双眼睛里有着说不出的平静和深邃。年轻人，你会后悔的。老人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。女人听到老人的话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会后悔。她用手指着老人的胸膛。你一个冒牌货，有什么资格让我后悔？老人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整理着自己的军装。女人见老人还在整理军装，更加恼怒了。你还整理什么？她用手抓住老人的衣领。等下了车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骗子的真面目。老人依然没有反抗，只是默默地承受着。列车开始减速，窗外的景色也变得清晰起来。女人掏出手机，开始拍摄老人的狼狈样子。来，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冒充军人的下场。她用手机对着老人的脸。我要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，让所有人都看看。老人没有躲避，只是平静地看着镜头。女人见老人不躲避，更加得意洋洋。怎么样，现在不装了吧？她用手机继续拍摄。早点承认不就完了吗？列车缓缓进站，窗外的月台渐渐清晰起来。女人正准备继续羞辱老人，突然看到了窗外的景象。月台上突然响起整齐划一的脚步声，透过车窗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到一排排身着军装的年轻军官正在列队，他们的表情严肃而庄重。阔太太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她颤抖着手指向窗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老人缓缓站起身，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，那双沧桑的眼中闪烁着令人敬畏的光芒。车厢里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月台上站着至少20个年轻的军官，他们身着崭新的军装，帽徽闪闪发光。这些军官排成整齐的两列，就像是在等待着什么重要的人物。每个军官都站得笔直，表情严肃，目光坚定。他们的军装熨烫得一丝不苟，皮鞋擦得锃亮。女人的手机从手中滑落，砸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的声音开始颤抖，脸色变得苍白如纸。老人慢慢站起身，整理好自己的军装。他的动作很慢，但每一个细节都显得庄重而严肃。胸前那枚褪色的勋章在灯光下闪烁着微弱的光芒。
车厢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接下来的发展。列车完全停稳，车门缓缓打开，月台上的军官们立即立正，齐声喊道：“首长好！”声音响彻整个车站，震撼人心。那声音整齐划一，充满了力量和敬意。车厢里的所有人都被这声音震得目瞪口呆。女人的脸色更加苍白，她的腿开始发软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她喃喃自语道。老人走到车门前，转身看了车厢里的人一眼：“各位，我该下车了。”老人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女人想要说什么，但声音卡在喉咙里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敢置信。老人走下列车，月台上的军官们立即敬礼：“首长，您辛苦了。”为首的军官大声说道。老人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然后走向军官们。车厢里的人都挤到窗前，想要看清楚外面的情况。女人也挤到窗前，她的脸色已经完全没有血色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的声音颤抖得厉害，几乎听不清楚。旁边的乘客开始议论纷纷：“这老人家不会真的是个将军吧？”一个乘客小声说道：“看这阵势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”另一个人附和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身体开始摇摆。不可能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。月台上，老人和军官们交谈了几句，然后开始向车站出口走去。为首的军官恭敬地陪伴在老人身边，其他军官分列两旁护送，他们的脚步声整齐划一，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。老人的步伐虽然缓慢，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，他的腰杆依然挺直，就像一个永远不会倒下的战士。车厢里的人都被这个场面震撼了。我的天，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人物？一个商人惊叹道。能让这么多军官专程来接，肯定是个大人物。另一个人说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慌张起来。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没有做错。他开始语无伦次起来，他的两个助理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王总，我们是不是惹麻烦了？其中一个助理小声说道。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。月台上的军官们护送着老人向车站出口走去，车厢里的人都在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。这老人家肯定不是普通人，一个乘客说道。我们刚才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另一个人担心地说道。那个女人刚才太过分了，有人开始指责女人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她想要反驳，但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，让她完全无法接受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她开始歇斯底里起来。车厢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。这女人刚才太过分了，一个乘客小声说道。就是人家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他还那样羞辱人家。另一个人附和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慌张起来。我没有做错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没有做错。她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。列车准备离开车站，乘客们开始收拾行李。女人依然站在窗前，看着月台上渐渐远去的军官们。老人和军官们已经走到了车站出口，即将消失在人群中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的声音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嚣张。他的两个助理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王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其中一个助理小声问道。女人没有回答，
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。列车重新启动，月台渐渐远去，车厢里的人都在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。这老人家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一个乘客说道，我们刚才真的做错了。另一个人后悔地说道，那个女人刚才的行为太恶劣了。有人开始谴责女人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她想要反驳，但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刚才还在羞辱老人的她，现在变成了被所有人谴责的对象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她开始歇斯底里起来。车厢里的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。这女人是不是疯了？一个乘客小声说道，可能是受不了打击了吧。另一个人说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愤怒了。我没有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她用手指着车厢里的人，你们都被骗了。车厢里的人都摇头叹息，这种人就是死不承认错误。一个乘客说道，刚才还那么嚣张，现在就成这样了。另一个人说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绝望了。她瘫坐在座位上，双手捂住脸，开始小声哭泣。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没有做错。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充满了绝望。车厢里的人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她，这种人就是活该。一个乘客说道，刚才那么嚣张，现在知道怕了。另一个人说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哭得更加厉害了。她知道自己完全错了，但她不愿意承认。她的两个助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。王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其中一个助理小声问道。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哭泣。列车继续前行，车厢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尴尬。女人依然坐在座位上，但她的威风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她现在就像一个被打败的败犬，再也没有任何嚣张的资本。车厢里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。这女人刚才真的太过分了，一个乘客说道。人家老人家说不定真的是个英雄呢。另一个人说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终于忍不住了。你们懂什么？她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血丝。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演戏。车厢里的人都被她的话震惊了。什么演戏？一个乘客问道。就是演戏。女人歇斯底里地说道。他们一定是提前安排好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车厢里的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。这女人是不是疯了？一个乘客小声说道。可能是受不了打击了吧。另一个人说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更加愤怒了。我没有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她用手指着车厢里的人，你们都被骗了。车厢里的人都摇头叹息，这种人就是死不承认错误。一个乘客说道。刚才还那么嚣张，现在就成这样了。另一个人说道。女人见没有人相信她，更加绝望了。她重新瘫坐在座位上，双手捂住脸，开始大声哭泣。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没有做错。她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，充满了绝望和痛苦。车厢里的人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她，这种人就是活该。一个乘客说道。刚才那么嚣张，现在知道怕了。另一个人说道。女人听到了这些议论，哭得更加厉害了。她知道自己完全错了，但她不愿意承认。她的两个助理也被这个场面吓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王总，我们赶紧下车吧。其中一个助理小声说道。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哭泣。列车继续前行，但车厢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。刚才还在嘲笑老人的乘客们，现在都在谴责女人，而那个曾经嚣张跋扈的女人，
现在只能独自承受着后悔和羞愧。列车渐渐消失在夜色中，只留下月台上那整齐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回响。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人，用自己的尊严和坚持，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深刻的课。而那个曾经羞辱他的女人，现在只能在众人的谴责声中独自承受着痛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